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今晚咱们来讲一个千年悬案。在中国正史里头，杨贵妃的结局就2个字：死了。但你要跨过那片海，到日本山口县去看看，那里有座二尊院，供奉了她1000年。当地老百姓说的有鼻子有眼，讲那位倾国倾城的美人没死在马嵬坡，而是一路坐船逃过去，在那边活成了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你说是历史开了个玩笑也好，还是那个崩塌的帝国最后留了点仁慈也罢，现在请您找个舒服的姿势，咱们这就开始今晚故事。我们这个故事要在2个地方来回切换。今天的日本像金据半岛，海风暖暖的，带着咸味。那里有2座老石塔，安静的好像时间都停了，只有海浪在拍岸，好像一直重复着一个关于异乡人的秘密。另一个地方是那年那月那天的马嵬坡，大唐正在倒塌，天上下大雨，雷声轰轰的，火把被风吹得东摇西晃，士兵们在怒吼，皇帝的脸都白了。就是在那里，唐玄宗这个拥有全世界的男人做了他这辈子最窝囊的选择。按史书记载，贵妃死在乱军里了。可是你再看后面，皇帝后悔了，想给他改葬。大家把那个草草的土包挖开，发现一个让人直冒冷汗的细节尸体早烂了。可那个香囊还在，那尸体到底烂没烂？还是说里头原本就是空的？正是这个没人能解的谜，像一颗种子一样飘过了海，到东边那个岛国，长出了另一个故事。可这故事开始之前，咱们得先把表往回拨，回到他还不是什么红颜祸水的时候。那时候她叫杨玉环，是个无忧无虑的四川丫头。那年是公元719年，大唐开元年。你要是站到那时候的长安街头，猛吸一口气，能闻到西域香料、陈年老酒、新出的丝绸和刚出炉的糊饼混在一起的味道。那是大唐最自信时候的味道，是盛世该有的味儿。也是这一年，在大唐腹地的四川崇州，一个女娃落地了。他父亲是个管户籍和刑律的小官，那时候给闺女起名字讲究，可这个当爹的没挑那些温顺安静的字眼，给了她一个沉甸甸又圆润光洁的名字玉环。玉是温润又坚硬的，环是圆满没有头的。现在我们叫惯了贵妃这个帽子，或者干脆用红颜祸水这个偏见来概括它。但今晚我想请您把这些都放一放。这个段落里头它只是杨玉环，您要是去过四川就知道，那儿的山水跟中原不一样，雾大潮湿，植物疯长。那种地方长大的女孩皮肤像瓷器，脾气里头却带一股子野性。小时候的杨玉环不是那种乖乖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一套管不住她。他爹虽然是当官的，家里头那些沉重的政治包袱却已经很轻了。这孩子童年挺自由。您想，蜀州老家那个院子里，他光着脚踩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跑来跑去。他听得最多的是四川民歌，市井的喧闹，父亲和朋友酒后的大声聊天。这就是他的世界。可老天爷给他上的第一课是失去。10岁那年，爸爸走了。对古代当官人家的孩子来说，没了父亲不光是感情塌了，社会地位也跟着一落千丈。没人保护的女娃就像没根的花，要么枯死，要么被挪走。杨玉环是被挪走的。她到了洛阳，住在三叔家里，从边缘到中心，这是她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洛阳是什么地方呢？
长安是政治中心，冷冰冰的，全是权力的较量；而洛阳是文化和热闹的中心，是吃喝玩乐的地方，那是武则天经营过的神都，空气里多了一股开放、自由，甚至有点暧昧的味道。10岁的杨玉环坐着摇摇晃晃的马车，穿过蜀道，他不知道这条路将来再也回不去了。在三叔家里的日子，史书上就写了几笔，咱们得靠想象去补上那些空白。寄人篱下的日子好受吗？不好受。可杨玉环不是林黛玉，她身上有一种钝感力，生命力旺得很。她没变成一个小心眼儿、多愁善感的孤女，反而长成了一个性格憨直、爽朗，甚至有点大大咧咧的姑娘。到了洛阳，她迷上了一样东西——音乐。书上说她能歌善舞，懂音律，这对她来说不光是必修课，更是一种语言。她抱起琵琶，手指拂过琴弦时，那个孤女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能建造自己世界的女王。要知道，唐代的琵琶不哀怨，它是热烈的，是西域的摇滚乐。她弹得极好，这说明她手指有力，内心有节奏，情感也充沛。等到她15、16岁时，她长开了。唐代审美以胖为美，但这不光是体重的事，而是一种气象。她的美不是那种需要人可怜的病态精致，而是一种扑面而来，盛大丰满的美，就好像洛阳城里的牡丹花。她不用去讨好谁，她站在那里，春天就已经到了。这种美对那些看惯了宫里唯唯诺诺、勾心斗角的女人的男人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它代表着他们最缺的东西——真实，还有那种没被权力污染过的快乐。这一年，开元22年，公元734年，洛阳城最热闹的是咸宜公主的婚礼。咸宜公主是唐玄宗最宠的女儿，她母亲武惠妃是后宫真正的掌权者。这个人咱们得记住，她是杨玉环的第一个关键推手，也是她最大的阴影。为这场婚礼，整个洛阳的贵族都出动了。杨玉环也在受邀之列，或者说的直白点，这是一场大型相亲会。因为咸宜公主的同胞弟弟寿王李瑁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您能想象那个场面吗？那是唐代顶级名流的晚宴，烛光下金银器具闪闪发亮，空气里有昂贵沉香的味道，跳舞的姑娘裙子转得像荷花。就在这群漂亮姑娘里，杨玉环出现了。她穿的未必是最时髦的，戴的也未必是最贵的。说到底，她只是寄养在叔叔家的孤女。可是当她抱着琵琶，或者干脆就坐在那里安静地吃一块点心时，她骨子里的那种慵懒和明媚，一下就击中了那个年轻人的心。寿王李瑁，第18皇子，他母亲很受宠，所以他一度是太子的热门人选。但这个人温和，甚至有点软弱。在皇宫那种刀光剑影的地方，他像只被保护得很好的小兔子。那天晚上，小兔子看见了牡丹花，对杨玉环来说，这是一次阶层的跳跃，也是一段真正快乐的时光。她嫁进皇家，却不用面对后宫残酷的斗争，因为她只是王妃。李瑁还没卷入夺嫡的漩涡。这对小夫妻在洛阳和长安之间过得很舒服，一起研究音乐，一起打猎，一起在家办聚会。从史料来看，这段婚姻是和谐的，甚至是甜蜜的。李瑁把她当宝贝，而她也在年轻、英俊又温顺的丈夫身上找到了安全感。这5年是她一生中唯一正常的岁月。要是时间能停在这儿，
这就是个灰姑娘嫁入豪门的老套故事。历史可能会少一段传奇，但杨玉环能得一生平安。可惜老天爷是编剧，他给的每一份礼物都已经标好了价格。杨玉环不知道，她现在享受的尊贵的身份、优渥的生活、丈夫的宠爱，全都建立在一个巨大且即将倒塌的沙堆上面。这个沙堆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心。咱们得从幸福的寿王府挪开镜头，看向那个掌握一切的地方大明宫。这时候的唐玄宗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聪明神武的青年皇帝了。他50多岁创造了开元盛世，觉得功劳很大，该享受了。可就在他最想享受的时候，他感到了一种从没感受过的冷。这冷来自2个地方。第一是权力的孤独，他杀了姑姑太平公主，逼走了自己父亲，坐那个最高的位置上，看底下的人越来越圆滑世故，看儿子们一个个比他高大强壮，眼里都闪着对那把椅子的渴望。第二是爱情的幻灭。就在杨玉环嫁给李瑁的第3年，那个曾经集万千宠爱在一身，她婆婆武惠妃病死了。武惠妃的死对李隆基是毁灭性的打击。更可怕的是，在她死之前，李隆基1天之内杀了3个亲生儿子，包括太子，这就是一日杀3子。这事儿把他整个精神世界都掏空了。他后悔吗？当然。他害怕吗？非常怕。夜深人静时，他总觉得那3个儿子的魂在宫殿里飘着，而唯一能安抚他，让他觉得还活着，还被爱着的那个女人也走了。这时候的李隆基就像一个拥有全世界的乞丐，他到处找，想找一点温暖，一点能让他感觉生命在跳动的东西。书上说，那时候后宫数千，无当义者。您能感受那种绝望吗？几千个漂亮女人站着，在他眼里全都一样，她们是顺从的、害怕的、死气沉沉的。他们爱的不是他李隆基，而是那个皇帝的符号。他需要的不是美色，是一剂能让他重回青春的强心针。命运这个东西很残酷。那天为了排解忧愁，有人建议皇帝去华清宫散心，随行的名单里有寿王李瑁和杨玉环。那是个什么场景呢？可能在一个晚宴上，可能是一次偶然照面，当56岁满怀沧桑的李隆基抬起头，看见了22岁的杨玉环。那时候的她褪去了少女的青涩，正是一个女人生命力最强的时候。她身上那种浑然天成的丰满，那种因为生活顺遂养成的无忧无虑的笑，还有那种几乎可以烧起来的生命热度，一下就照亮了李隆基灰暗的世界。她太像年轻时的武惠妃了，但又多了一份不设防的天真。在这一刻，伦理的边界在皇权的欲望面前，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脆弱。请您注意，这不光是好色，要是只为美色，李隆基后宫有的是更年轻更漂亮的。他看见的是一个活物，在那个死气沉沉的环境里，在被权力异化的人堆里，杨玉环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小鹿，他不怕他，敢大声笑，敢在音乐上跟他争。这种鲜活对一个正在衰老的帝王来说，比长生不老药还让他上瘾。这时候，年轻的寿王李瑁还沉浸在丧母的悲痛中，他根本不知道，那个用慈爱目光看着他们的父皇，心里正在盘算着一场掠夺。杨玉环也还每天快乐地弹着琵琶，享受温泉。他也不知道他的人生就要被撕开。从这一刻起，
她不再属于自己，不再属于那个深爱她的丈夫，她即将变成一个国家的图腾，一个填补帝王内心空洞的祭品。洛阳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女杨玉环就要死了。而在历史上，一个叫杨贵妃的角色正在后台化妆，准备登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盛大的恩宠，实际上呢，是一场漫长的煎熬。但在此刻，在华清宫温暖的泉水里，一切看起来还是那么平静。只有风吹过骊山，发出好像叹息一样的声音。故事的钟摆到了开元28年，公元740年。那一瞥像一颗石子掉进了平静的湖面，涟漪越来越大，最后一定会变成一场大海啸。可是在海啸来之前，水面得先恢复一种奇怪的平静。唐玄宗李隆基面对一个大麻烦，他爱上了自己的儿媳妇。在讲究礼义廉耻的社会里，这是绝对的禁忌。这不仅是私德有亏，更是动摇国本的丑闻。处理不好，不光会被史官骂，还会让满朝大臣找到借口。作为一个在政治斗争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手，李隆基绝不允许自己犯这种低级错误。他需要一块遮羞布，一块又大又体面的遮羞布，把这桩丑事包得漂漂亮亮。这块布就是宗教。公元740年10月，一道奇怪的命令下来了。话说唐玄宗母亲的忌日要到了，为了给太后祈福，寿王妃杨玉环自愿请求出家当道士，道号太真。请您注意这2个字自愿，这是一个极其高明的谎言。他一下就把杨玉环从寿王妃这个尴尬身份里抽了出来，变成一个没有家庭属性的神职人员。她不再是李瑁的妻子了，她是神的人。当然，在那个年代，皇帝就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于是22岁的杨玉环脱下王妃的礼服，换上宽大的道袍，搬进了太真观。您能想那个画面吗？长安城的百姓可能还在夸杨家女儿孝顺，可在太真观的高墙里头，发生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那里没有青灯古佛的寂寞，只有另一种奢华。这5年历史上叫太真时期，书上记得很暧昧，但我们可以推演出来。这5年实际上是杨玉环的岗前培训和试用期。她不用面对婆婆死了，也不用面对丈夫前夫李瑁已经吓得不敢说话了。她只需要面对一个人李隆基。他们在这儿做什么呢？除了谈恋爱，就是搞艺术。李隆基不光是皇帝，他还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音乐天才。他懂打鼓，会作曲。杨玉环呢，是弹琵琶的高手，也是舞蹈天才。这是一场灵魂的共鸣。太真观的无数个夜晚，长安城睡了，这里还亮着灯。皇帝敲鼓，太真弹琵琶。他们借着音乐忘了年龄的差距，差34岁，忘了伦理的尴尬，甚至忘了各自的身份。对李隆基来说，杨玉环不只是一副年轻的肉体，她是他的知音，是他艺术的灵感。这种精神上的默契，让这段本来有点难堪的感情，竟然生出一种奇异的浪漫。可是这只是对他们俩说的。在讲杨玉环快乐的时候，咱们得把镜头切给另一个仁寿王李瑁。这5年，对杨玉环是蜜月，对李瑁是地狱。老婆被抢了，他还得表现得很情愿。更残忍的是，杨玉环出家5年后，为把关系彻底切断，皇帝给李瑁重新找了个老婆。您想那场婚礼，李瑁穿着红衣服，可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他必须向那个抢走自己妻子的人谢恩，感谢皇恩浩荡。这就是皇权的残酷，他不仅抢你的东西，还要强迫你赞美这种抢劫。
李茂的后半生极其沉默，在史书里几乎变成了一个透明人。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悲鸣，提醒着我们，在这段盛世爱情的华丽袍子下，爬满了权力的狮子。到了公元745年，手续都办好了，舆论都铺平了，杨玉环正式被册封为贵妃。虽然名义上是妃，但后宫没有皇后，她就是实际上的女主人。这一年，大唐到了全盛的顶峰，史称天宝盛世。杨贵妃27岁，正是一个女人最疯胆的年纪。她站在了大唐权力的中心，也站在了世界文明的中心。要说这种宠爱有多重，书里那句3000宠爱在一身很有名，但我更想用一个具体的画面让您感受。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太有名了，有名到我们都忽略了它背后的恐怖逻辑。荔枝长在岭南或四川，不管哪个，离长安都超过1000里。荔枝很难保存，1天变色，2天变味儿，3天就坏了。为了让贵妃在长安吃上新鲜荔枝，李隆基建了一套人类史上最奢侈的快递系统。这不光是跑死几匹马的问题，这是一场整个国家都在跑的项目。我们来推演一下，第一颗荔枝从树上摘下来的那一刻，倒计时就开始了。骑手得把自己绑在马上，防止疲劳摔下来。到每个站点换马，都得精确到秒。沿途关口全部大开，谁敢挡着就死。这不只是一颗水果，这是皇权的象征。杨贵妃剥开那颗荔枝时，她尝到的不仅仅是甜味，更是权力的味道。整个国家都为她的舌尖服务，那种快感足以让任何人迷失。可这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当一个国家的驿站不再是用来传递军情政令，而是为了运送一颗水果高效运转时，这个国家的血管就已经硬化了。它看起来强大，其实脆弱得很。在这个过程里，杨玉环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她可能没有主动要求跑死马，她只是随口说想吃荔枝。可因为她是皇帝的心尖肉，这句话被下面的人无限放大，变成了最高指令。他像一个被宠坏的小孩，坐在宝座上，天真的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看不到那些尘土背后埋着的是大唐的国运。随着杨贵妃得宠，她的整个家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飞。死去的爹被迫封叔父，堂兄个个高官厚禄。最出名的是那个无赖赌鬼族兄杨国忠，靠着裙带关系，居然一路做到了宰相的位置。还有3个姐姐也叫上了夫人的封号，可以随便出入皇宫，奢侈的连公主都比不上。整个杨家就好像寄生在大树上的一棵大藤蔓，拼命吸着养分，开出妖艳的花，可也在慢慢勒死大树。李隆基装作看不见，甚至还挺乐意。他需要这种热闹来填满他晚年的空虚。这时候，咱们得提到那首曲子《霓裳羽衣曲》，这是李隆基根据西域线上的印度曲子改写，又加上了他飞天成仙的幻想。当这首曲子在梨园奏响，杨贵妃披着彩衣在大殿中央跳舞的时候，那应该是大唐美学最高的时刻了。音乐宏大又飘渺，舞蹈优美又迷幻。李隆基看着在舞池里转圈的杨玉环，一定觉得自己已经成仙了。他创造了盛世，拥有了最美的女人，谱写了最动听的曲子。这就是人间天堂，
可音乐再美，总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就在这如梦似幻的曲子里，一个极不协调的音符闯了进来。那是一个体重300多斤的胡人胖子安禄山。安禄山的出现让这段历史充满了黑色的荒诞。他比杨贵妃大10几岁，却厚着脸皮认她做干妈。每次进宫，他先拜贵妃，再拜皇帝，理由是胡人先母而后父。这句听上去憨厚的话，把李隆基逗得哈哈大笑。在这个精明多疑的皇帝眼里，安禄山没有心机，是个忠诚的野蛮人。李隆基甚至还享受驯服野兽的快感。最荒谬的一幕来了，叫贵妃喜儿。书上写，安禄山过生日，第3天，杨贵妃把他召进宫做洗三礼，就是给新生儿洗澡。一群宫女把300多斤的胖子剥光了，裹在襁褓里，用轿子抬着满宫走。还有人把他扔进大澡盆里，嘻嘻哈哈。杨贵妃在笑，宫女在笑，连闻讯赶来的李隆基也在笑，笑声回荡在兴庆宫的上空，听起来特别刺耳。这是一个国家的耻辱时刻，皇家的尊严、男女的界限、政治的严肃，在这一刻全没了。杨贵妃在那儿扮演了个什么角色呢？她可能只觉得自己在跟皇帝玩一个有趣的游戏。她满眼都是母性的，又带点调皮的意味，看着这个胖干儿子。她完全没意识到，眼前这个装傻卖萌的胖子手里正攥着一把磨得锃亮的尖刀。他以为这是只供人取乐的滑稽熊，却不知道这是一头马上要吞噬一切的狼。天宝14年，公元755年，冬天快来了，长安城还是歌舞升平，华清宫的温泉还是那么温热，杨玉环还沉浸在被宠爱的幻觉里。她绣花、弹琴等荔枝，可作为一个知道全部真相的讲述者，我得在这儿按个暂停键，请您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听。在北方，范阳的军营里，那种沉闷的像打雷一样的鼓声已经敲响了。那声音起初很小，被霓裳羽衣曲压住了，可它越来越大，越来越急。那不是庆典的鼓，那是死神的脚步。杨玉环的好日子到这里为止了，接下来等他的不是鲜花掌声，而是那根白绫和无穷无尽的黑夜。命运的礼物现在要收回去了。时间来到天宝15年，公元756年6月，长安城的牡丹花期早过了，空气里不再是脂粉香，是焦糊味儿。那是安禄山的叛军逼近潼关时，这个国家发出的最后一声惨叫。6月13日凌晨，瓢泼大雨。这是一场极其狼狈的逃亡，没有预告，没有仪仗，连百官都没通知。这不是撤退，这是大唐皇室集体出逃。71岁的唐玄宗带着杨贵妃、皇子皇孙和一小队卫兵，从延秋门跑了出去。请您想那个画面，昨天他们还是世界上最尊贵的人，吃着千里外的荔枝，听着最好的音乐。可现在，他们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泥浆里，雨水打湿了那象征权力的衣服。这一路是对人性最大的讽刺。到咸阳附近的望贤宫，皇帝饿了，可这里早就没人了。最后老百姓献上粗糙的麦饼和豆汤。书上记了一个又荒诞又心酸的细节，那些平时为一只发簪争来争去的公主皇孙们，这时候为了抢口吃的，连体面也不要了，直接用手抓杨玉环在做什么呢？他大概是第一次这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没了那层黄灿灿的金粉，她什么都不是，她只是个跟着丈夫逃难的普通女人。
他看着那个曾经像神一样无所不能的三郎，此时正捧着一碗麦粥，手在发抖。那不是冷，是害怕。当神开始发抖，信徒的信仰就塌了。对那些护送的卫兵来说，皇帝不能再给他们带来荣耀，反而让他们去死。这时候忠诚就变成很不稳定的东西，随时可能爆炸。6月14日，队伍到了马嵬坡，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驿站。可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个巨大的情感黑洞。士兵们走不动了，更准确地说是不想走了，又饿又累，害怕未来，还有一肚子对这场战乱的怒火。他们看着骑在马上趾高气扬骂人的杨国忠，心里那根弦绷不住了。有人喊杨国忠勾结胡人谋反，当然是瞎扯的，可谁在乎呢？士兵们需要出气，需要一个人头。刀光一闪，杨国忠的脑袋掉了。要是事情到这儿就完了，那就只是一场普通的兵变。坏蛋死了，出气了。大伙儿接着走，可没有。卫队首领陈玄礼就是那个以前在梨园看杨贵妃跳舞的武将，现在铁青着脸站在驿站外面。他知道杀了宰相也是贵妃的哥哥，这事儿没完。要是皇帝缓过来，或者贵妃吹枕头风，整支卫队都要被秋后算账，必须斩草除根。于是大军围住驿站，不走。李隆基还想拿皇帝的威严来压，朕自会处置，你们为何不退下？陈玄礼跪在地上，身后是几千双血红的眼睛。他没有抬头，声音却像铁一样冷。他说了4个字：贼本尚在。这4个字就是宣判。贼本指的是杨贵妃。驿站里的空气凝固到了极点，这是一场取舍的终极考验。对李隆基来说，这不只是杀不杀爱人的问题，这是保不保皇位的问题。他犹豫了，辩解说，贵妃一直在深宫，怎么会知道谋反？这时候，站在阴影里的老太监高力士说话了。他陪了李隆基大半辈子，可能是这世上最懂皇帝的人。他比李隆基更清楚局势，也敢说出那个残酷的真相。他说，贵妃确实没罪，可将士们杀了杨国忠。如果贵妃还在这儿，将士们怎么能安心呢？将士们不安心，陛下的安全谁来保障？这句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李隆基的伪装，露出了里头那个政治动物的冷酷核心。是啊，不杀他，外面那几千把刀下一刻可能就指向自己。李隆基沉默了，这一小会儿的沉默是杨玉环这辈子最长的时刻。她看着这个曾经发誓要跟她在天上做鸟的人的丈夫，看着他一点一点偏向了权力的那一头。最后李隆基捂着脸挥了挥手，这个动作的意思是带他走吧。关于杨玉环的死，正史只有冷冰冰几个字。可在这儿，作为讲故事的人，我们得打开那个充满疑点的黑匣子，看看马嵬坡那个佛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疑点1，谁是动手的人？书上说是高力士，为什么让一个太监总管亲自动手？这是皇室最后的体面呢？还是只有高力士才是那个既能完成任务又能守住秘密的人？疑点2，谁是见证的人？事情结束后，陈玄礼被叫进来验尸，请注意，只有他等少数高级将领进去了，外面几千士兵根本没看到尸体，他们只是得到通知，贵妃死了。疑点3，尸体的样子，杨玉环是怎么死的？白绫勒死的，还是已经吞了金子？或者那根本就不是他？
让我们把镜头推得近一点，进入那个充满智慧推演的空间。杨玉环在那时候显得特别平静，没哭没闹没求情。这不光是绝望，而是他看透了这场游戏的本质。他享受了半个世纪的荣华富贵，现在他是那个被献祭的替罪羊。他对高力士说：“我确实对不起国家的恩德，死也没有遗憾。”然后他请求礼佛，就在佛堂关上的那一瞬间，历史出现了一个分叉。大多数人都相信的那个版本，3尺白绫挂在佛堂的梨树上，那个曾经像凝脂一样的脖子被粗糙的丝绸勒紧，一代绝世美人在痛苦的窒息里告别了世界。陈玄礼进来看了，确认了身份。皇帝站在门外听着，每一秒都像刀子，尸体被匆匆抬出来，给士兵瞧了瞧，也可能只展示了一下他的信物，然后草草埋在了路边的土里。这个版本够悲剧，符合人们对红颜薄命的传统审美。可你要是仔细推敲那天的人心，就会发现另一个版本的可能性。第一，陈玄礼恨杨国忠，可他就一定要杀杨贵妃吗？在唐代的军队里，杨贵妃是美的象征。陈玄礼作为梨园的常客，他对这个艺术造诣极高的美人，会不会存着一丝敬畏或不忍心？第二，高力士他是看着杨玉环进宫的，在生死关头，他有没有可能在执行皇帝意思的同时，玩了一手偷天换日？最关键的线索是混乱中找一个体型相似的侍女，穿上贵妃的衣服替她去死。这在古代的宫廷斗争里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果陈玄礼睁只眼闭只眼，如果高力士早已安排，那挂在梨树上的也许就是个替身。真正的杨玉环此时正躲在佛堂的暗格里，或者混在被遣散的工人中间瑟瑟发抖。他听着外面士兵的欢呼声，妖妃死了，他们安全了。那一刻，那个叫杨贵妃的符号死了，可那个叫杨玉环的女人在巨大的恐惧里捡回了一条命。咱们就沿着幸存这条线继续讲吧。这不是为了猎奇，这是对人性的一个补充。如果她活下来了，她上哪儿去？回长安，不可能留在中原。到处兵荒马乱，她的脸就是死刑判决书。她只有一个方向，向东出海。为什么是日本？这时候需要引入一个关键背景——遣唐使。那时候大唐跟日本来往非常频繁，著名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汉名叫朝衡，是李隆基和李白的好朋友。在那个圈子里，一定有去日本的渠道。你想象一下，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的默许下，在一些同情他的遣唐使或商人帮助下，杨玉环被秘密转移到沿海，可能是扬州，当时最大的港口。这一路她不再是贵妃，她要忍受肮脏颠簸，忍受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苦。她上了那艘船，当船帆升起，大唐的海岸线一点点往后退，消失。她看着茫茫大海，心里想些什么呢？是恨那个在关键时刻抛弃她的男人吗？还是庆幸自己终于逃出了那个金色的笼子？海上的风暴是很无情的，剧烈的颠簸里，她吐得一塌糊涂。曾经为了保持容颜吃的燕窝，现在变成了一块发霉的干粮。这是一种彻底的清洗。大海不认识什么贵妃，在大自然面前，它只是一个求生的生命。船在海上漂了不知多少天，也许有风暴，也许迷了路，最后奇迹般的靠岸了。那个地方叫日本山口县，像金据半岛。那里的村民看到一个虽然衣服破烂，脸上憔悴，但依然藏不住高贵气质的女人从船上走下来。她不会说日语，
手里可能紧紧攥着那个香囊，那是他过去50年人生唯一的证明。不管是死在马嵬坡的泥土里，还是飘在茫茫大海上，杨玉环的中年都在这一刻停住了。如果他死了，他的孤独在于他被他所依附的世界彻底背叛了，爱人、家族、国家一起把他杀了。如果他活着，他的孤独更加深沉，他必须作为死人活着，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谁，他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必须埋葬在大海的那一边。这是多么痛苦的现实。我们总说红颜祸水，可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被时代巨浪裹挟的女人。她没有野心，只想弹琵琶、吃荔枝，爱一个人，可她的美成了原罪，她的爱成了政治的工具。在马嵬坡那个雨夜，李隆基失去了他最爱的人，或者说失去了他最珍贵的藏品。他保住了皇位，虽然也没保住多久，而杨玉环不管是魂归西天，还是身在东瀛，都完成了一次充满宿命的退场。历史有时候就像一场糟糕的戏，道具坏了，国家乱了，观众怒了，士兵反了，导演皇帝为了平息众怒，只能把最漂亮的女主角推出去祭天。台下的观众满意了，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只有那个女主角在落幕后的黑暗里独自面对永恒的安静。这一章的故事到这儿讲完了，马嵬坡的雨停了，可历史的泥泞才刚刚开始干。那个土包里埋的到底是他的尸骨，还是无人知晓的秘密？那条飘向东方的小船载着的是幸存者，还是人们美好的想象？咱们要跨过重洋，去看看传说中的他晚年，去看看繁华落尽之后，一个女人是怎样在他乡重建自己破碎的魂。地图从血腥的陕西马嵬坡向东移，跨过东海，停在日本山口县。那里有个地方叫向津具半岛，日语里向津具有面向彼岸极度思念的意思。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如果他没死，如果他真的逃出去了，当贵妃这个沉重的帽子被摘掉之后，那个叫杨玉环的女人是怎样度过她漫长的晚年的？那年秋天，一艘几乎要散架的小船像一片枯叶，被海浪推上了沙滩。村民发现这艘船时，没有看到什么回眸一笑百媚生的仙女，他们看到的是几个奄奄一息的异乡人。其中有一个女人，衣服虽然破，可看得出来是丝绸，料子是当地人从没见过的。她的头发乱着，脸白得像纸。她是谁？村民听不懂她的话，可同情心是相通的。他们把她抬回村子，用最暖和的鱼汤和干净的泉水一点一点把她救回来。这个过程中，杨玉环经历了她人生里最大的一次身份休克。过去几十年，她是被捧在天上的神仙，洗澡有几十个人伺候，吃的是千里外连夜送来的荔枝，她每一个眼神都能让当官的腿软。可在这里，在这个偏远的小渔村，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没人认识她，没人知道她就是那个让大唐帝国垮掉的女人。在村民眼里，她只是个需要照顾的落难的人。这种被无视，对以前那个她来说可能是冒犯，可对现在这个她来说是最大的救赎。身体慢慢好起来之后，她得面对一个问题：怎么活下去？不能永远靠别人施舍。传说里，她没有像一些野史小说写的那样，用美貌去勾搭当地领主，或者嫁给什么强壮渔民。她成了一个文化的传播者。她没力气出海打鱼，也没力气下地种田。
可他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手艺。他教当地妇女怎么改善纺织技术，把粗糙的麻布织得更细密。他教他们怎么认草药，怎么做吃的。他甚至还教村里的孩子读书，写字虽然写的汉字，读的是唐音。请您想那个画面，山口县温和的海风里，一个穿粗布衣的中年女人坐在屋檐下，她的手指因为干活不再白嫩，指甲上也没有了扣单。可当她转动纺锤或者抚摸书卷时，那种刻在骨子里的优雅，什么海风都吹不掉。村民尊称她为唐朝来的贵人，她从没向任何人透露过真实姓名。每当有人问起身世，她就沉默，然后把目光投向西方。这种沉默是一种很高的智慧。承认自己是杨贵妃只会带来无穷的麻烦。且不说大唐的追兵，光是红颜祸水的骂名，就足以让他在这个淳朴村子里待不下去。于是他埋葬了杨玉环，埋葬了太真，也埋葬了贵妃。在这个异国他乡，他重新活成了一个没有名字，只有影子的人。在这儿，我们要碰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他还爱李隆基吗？很多浪漫的故事喜欢把他的晚年写成天天思念，凄凄切切的等待。可我觉得可能更复杂，也更悲凉。在马嵬坡那一刻，当李隆基捂着脸挥手让人带走他时，那个爱情的神话就已经碎了。他可能不恨他，因为他懂政治，他知道作为皇帝，他在那一刻别无选择。可是理解不代表原谅，更不代表如初。在山口县的无数个深夜，当他听着窗外的海声，回想起华清宫的温暖，回想长生殿的誓言时，他心里更多的可能不是甜蜜，而是一种巨大的空。那个男人给了他极致的宠爱，也给了他极致的抛弃。他没有再嫁，不是因为要为李隆基守节，而是因为经历过那场惊心动魄、耗尽一切的情感大起大落之后，他的心已经老了。他见过最高级的爱，或者说最高级的虚伪，也见过最残忍的背叛。这世上别的男人，别的感情对他来说都已经没意思了。他把自己关在一个情感的茧里，茧里面只有他跟他的回忆。咱们把视线暂时拉回中原，杨贵妃死后好多年，大唐没忘记她，尤其是那个已经老了的李隆基。书上记，他回到长安后变得很神经质，日夜对着他的画像哭，派了道士上天入地去寻找他的魂。这时候白居易写了千古绝唱《长恨歌》，这首诗的后半段画风突然一转，从写实变成神话了。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诗里讲，道士在海上仙山找到了杨贵妃，他那时候叫太真，住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这是文学的浪漫吗？当然是。可为什么是海上？为什么是仙山？在唐代，日本、蓬莱、瀛洲一直被视为海上的仙山。有没有一种可能，白居易或者当时的高层其实隐约知道一些风声，知道那个女人没死，是逃到了东边的岛上，但是他们不能说破。如果说破了，马嵬坡就成了一场闹剧；如果说破了，皇帝的赐死就成了骗人。所以白居易用一种含混又很美的方式，把这个秘密变成了神话。他写他在仙山上玉容寂寞，泪眼阑干。他拿出当年的信物，分了一半托道士带回去，但教心似金筐间，天上人间会相见。这句话不仅是写给读者的，也是写给那个在异国他乡的女人的。
如果这首诗能传到日本的话，这是一种跨越海的无声的告白。我们知道你活着，我们不能接你回家，可我们希望你能原谅。让我们回到山口县。杨贵妃隐姓埋名，可她留下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现在像金据半岛上有一座老庙，叫二尊院，庙里头供奉着2尊佛像，传说这是京都某大寺的佛像，可杨贵妃极力请求把它们供奉在这里。更神奇的是，那里有一座杨贵妃墓，叫五轮塔。这不是普通的土堆，而是一座带着印度风格的石塔。庙里还收藏着据说是她带来的古书，纸张很脆了，可专家鉴定却为唐代纸张。最让人想象不断的是，一尊从未公开展示的密佛。传说这尊像是杨贵妃照着自己的容貌请人雕的。每当她想家乡或者心里不平静时，她就把自己关在佛堂里，对着这尊佛像安静地坐着。她在看什么？她在看那个年轻在大唐盛世里闪闪发光的自己。这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对话。那个肉体的杨玉环一天天老了，皱纹爬上眼角，白发代替了青丝。可木雕的杨玉环永远停留在最美的年华，嘴角带着一丝悲天悯人的笑。他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对自己前半生的祭奠。他把自己分成2半，一半留在大唐尘土里，那是属于历史的杨贵妃；一半留在日本海风里，那是属于自己的修行者。岁月不饶人。那个曾经在梨园跳霓裳羽衣曲的身体，终于也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传说杨贵妃在日本生活了38年，也有说10几年的。不管多久，她最终在这里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那是一个黄昏，年老的杨玉环让人把她扶到海边的一个高坡上，那里是半岛的最西端。站在这儿，如果视力够好，如果心够诚，似乎能穿透大海，看到那个他魂牵梦绕的地方长安。他在想什么呢？想那碗热气腾腾的油泼面，想骊山晚照下的红叶，还是想那个曾经把他捧在手心，最后又把他推下深渊的老人？我想，到了这一刻，所有的爱恨都已经像脚下的浪花一样碎掉了。他可能只是想念故乡。对一个流亡者来说，故乡不只是个地名，那是他所有尊严、所有记忆的锚点。看夕阳一点一点沉进大海，把天空染成红色，像马嵬坡那晚的火光，也像当年出嫁时的大红嫁衣。他对旁边的人说，也许是用生涩的日语，也许是用没人能懂的家乡话，他说，我死后，请把我的头朝向西方。这是他最后的倔强，也是他最后的忠诚，不忠诚于皇帝，而是忠诚于那个给了他生命，也给了他毁灭的大唐土地。当我们在深夜里讲完这段晚年的故事，我们能从里头得到什么？这不仅仅是用来猎奇的传说，这是一个关于生命韧性的例子。杨玉环的这一生是过山车的一生，他经历了人类最顶级的繁华，也经历了最极限的羞辱和恐惧。如果他死在马嵬坡，他就是一个悲剧符号，一个警告后人的红颜祸水。可如果他活在山口县，他就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件事：当命运把你从云端踹下来，踩进泥里，甚至夺走你的名字和过去时，你依然可以活着。你可以换一个活法，你可以不穿绫罗绸缎，穿粗布麻衣，你可以不听丝竹管弦，听海浪海涛。只要你还活着，就有机会重新定义自己在那个偏远的小渔村。杨玉环不再是谁的附属品，不再是谁的点缀，
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一个慈祥的长者，一个把苦难嚼碎了咽下去，然后吐出慈悲的人。这种晚年的沉淀，比他在长生殿里的誓言更动人，比他在华清池里的妩媚更有力量。风停了，二尊院的钟声穿过1200年的时光，回荡在我们耳边。那座面朝西方的墓，至今还安静地立在海边。每当初夏，墓旁会开满杜鹃花，红色的花瓣像极了当年长安城里的胭脂红花。可这里没有血腥味儿，只有泥土的香。杨玉环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不管这是真实的历史，还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它都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安慰，即使世界塌了，美依然可能在某一个角落倔强地活着。当我们合上那本厚厚的史书，故事似乎应该在公元756年的雨夜就结束了。可历史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由胜利者写下的冷冰冰的文字，更是由无数普通人用心填补的有温度的记忆。这种记忆甚至跨过了1000年，在21世纪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回响。您可能还记得或听说过一位叫山口百惠的日本影星。2002年，他已经隐退好多年了，突然在采访里说了一句让人很惊讶的话。他说他是杨贵妃的后代，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虽然有家谱说是，可从严谨的历史学来看，这几乎没法证实。可我觉得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时隔1200多年，一个现代的巨星愿意认领一个古代的亡国祸水当祖先？因为杨贵妃这个符号已经从历史的罪人变成了文化的图腾。在马嵬坡，她是被当垃圾丢掉的政治牺牲品；可在遥远的传说里，她是被当神明供奉的生命奇迹。我们为什么愿意相信她没死？我们为什么愿意相信她去了日本？心理学家可能会说，这是一种集体的否认机制。可我想用更暖的话来解释，这是人内心深处对美好事物的一种本能保护。我们没法接受一个曾经代表人类文明巅峰之美，代表了盛唐气象的鲜活生命，最后落得个婉转蛾眉马前死的下场。那太残忍了，太没体面了。如果连美都能被权力这么轻易地碾碎，那我们对于文明的信心也会跟着动摇。所以，历史负责记录残酷的真相，而传说负责安放我们无处可去的仁慈。现在，中国的马嵬坡有一座贵妃墓，日本也有一座杨贵妃墓，两座墓隔海相望，像两个巨大的历史隐喻。马嵬坡那座是警示碑，埋着一个王朝的耻辱，提醒世人权力的冷血。山口县那座是许愿池，载着人们美好的想象，证明人间的温存。不管当年的真相是什么，杨玉环这个女人已经在传说里获得了永生。她逃离了那个需要她负责又不给她权利的糟糕世界，在海的那一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宁静。故事讲到这儿，夜很深了。也许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避难所，可至少在今晚，在这个故事织成的阴茧里，我们可以选择相信那个更暖的结局。马嵬坡的土里埋的是什么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艘驶向东瀛的小船上载着的是人类对美最后的温柔与慈悲。愿您也能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艘小船，渡过风暴，抵达平静的彼岸。晚安。